我收粮都是全县最高价，不管地多偏多远，1块8一斤统收，现金结算。今年秋收，他们却拿着城里超市的标签，说我吞了乡亲们的血汗钱。陈阳，你还有脸来收粮？黑了乡亲们这么多年，不怕遭报应？那是大米的终端零售价，中间成本一堆，我1斤挣不了2毛，可他们已经被高价烧红了眼，逼我加价。不加到2块5，这粮你1粒都拉不走。我直接开车去了更偏远的杨柳村。既然他们的稻子金贵，那就让他们留着当宝贝吧。我叫陈阳，在省城做粮食批发生意。桃源村这地方偏僻路烂，别的粮商都不愿意来，但我连着好几年都来这儿收粮。杨仔，你又来了。我们村这破路坑坑洼洼的，别的粮商都不愿意来，就你年年跑这么远。陈老板，年年麻烦你。往年那些贩子把价压到1块1，我们只能认。你一来就给1块8，还现金结算，我们总算不用再受那份窝囊气了。不麻烦，过秤吧。陈阳，你还有脸来收粮？黑了乡亲们这么多年，不怕遭报应啊？来人叫刘刚，经常在村里到处厮混，到哪都呼朋唤友，在村里人缘不错。刘刚，他咋来了？可不是嘛，以前他嫌交粮累，都是让别人代劳，只有收钱的时候才来。今年抽什么风？乡亲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省城超市的大米价签，3块8一斤。你们1块8卖给陈阳，他一转手赚2块钱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1斤赚2块，10万斤就是20万。你们被他当牛使了这么多年，还对他点头哈腰的，贱不贱呢？你别胡说，杨儿给的价格比别的贩子高了不少。高个屁！3块8的东西，他给你们1块8，你们还说高？村民们传阅着那张价签，眼神渐渐变了。杨仔，城里真卖3块8，那你1块8是不是低了点儿？是啊，差价这么大，陈阳，你这也太不实在了。俺不信，杨仔这些年对咱咋样，大伙儿心里没数。他要真黑心，能年年跑这烂路来收。各位，那是大米的终端零售价，稻谷加工有损耗，包装、运输、仓储、入场费、人工，哪样不要钱？挣不了2毛，你骗鬼呢！陈阳，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不加到2块5，这粮你1粒都拉不走。我在城里打听到，陈阳和很多大型超市都签了合同，几百万斤，交不上货要赔违约金，他比你们急。2块5，杨仔，你加到2块5，咱们还是卖给你，不然你就别怪大家不讲情分了。没错。行，既然你们觉得我私吞了差价，那今年桃源村的粮，我陈阳不收了。杨仔，俺信你，俺家的粮还卖给你。李大爷，您想好了？想好了，俺种了一辈子地，谁实在谁虚头巴脑，俺分得清。行，您家的粮我收，一会儿我让人来拉。其他还信我陈阳的，也可以来和我说。杨仔，我们信你，今年粮还交给你。对对。行，大家说下名字，等会儿我让人来拉。乡亲们，你们的粮我收了，2块5，我有渠道，我有门路，跟着我刘刚，今年让你们过一个肥年。乡亲们，刘刚说的对，咱种了1年的粮，不就想卖个好价钱吗？比之前陈阳给的价高多少？我没再回头，把车开到了更远的杨柳村。我开车去杨柳村的路上，跟我爸说了这事。什么？杨柳村？这杨柳村比桃源村还偏还烂，穷得很。就是因为穷，因为难收，所以他们种的比谁都认真，稻谷品质反而好。干稻谷1块8一斤，统收。1块8，统收，全收。陈老板，你没拿我们寻开心吧？全收，你们给我好粮，我给你们好价。陈老板，你这是救了我们全村人的命！谁要是敢往粮里掺假，老子第一个把他从空埔上划出去！陈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们杨柳村的人绝不干那缺德事儿。对，谁敢往粮里掺假，我们第一个不答应。陈老板，你收我们的粮，我们一定保证品质。只要粮好，啥都好说。我陈阳也谢谢各位的信任。
画面有点抖，你别介意。你看这刘刚正搁那儿瞎指挥呢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就照着我说的放，准没错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，有我指挥，你们还怕出毛病？只要你们听话，我们还能多赚一笔。刘老板，这能行吗？陈阳以前从不让我们这么做，都是现装现拉，而且这袋子都是之前的旧袋子，好几个都破洞了。怎么不行？明天一早就发车，没多长时间，撑过去就行。再说了，那样效率太慢了。你们听我的，到时候城里人高兴还来不及。都给我用厚帆布把车厢盖得严严实实的，拿绳子勒死了。刘哥，闷一天一夜，不会出事吧？你们懂个屁！盖严实了，别让人瞅见就行。这里头又不是坏东西，无非就是品质没那么好，没人会这么鸡蛋里挑骨头的。杨仔，你看见了？帆布一盖，秋老虎一晒，这车厢里的温度得多高啊！刘刚这娃子犯蠢，王婶他们也跟着闹，我感觉要坏事。李大爷，底下那些的稻谷水分本来就大，盖这么严实又把通风口堵死了，高温密闭一闷，肯定要发芽发霉。造孽啊，杨仔！但是你看有人说了，他们也不听，我也不去劝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明天一早村里就要发车，让我去帮忙抬粮。行，有事您再联系我。明天中午，刘刚那几车宝贝就该到省城了。杨仔，别忙了，你听我说，今天中午刘刚的车到市场出大事了。哟呵，这3辆大货车，侧边还贴着桃源村优质稻谷的海报，真气派。这不是桃源村的刘刚吗？今天来送个粮，还穿一身新西装，挺稀奇呀。我们桃源村今天是来赚大钱的，你们就看好吧。没错没错。是张老板来了。张老板，10万斤极品干稻谷，桃源村的新粮，您看看品相，金黄金黄的。掀开看看。赶紧赶紧，让张老板看看咱们村的极品粮，掀开。天哪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这好好的袋子咋烂了？里头的粮食都发黑长霉了，还有虫。而且这味道也太奇怪了吧？这老板拉的是啥玩意儿啊？到底咋回事？怕不是黑心老板来坑人吧？不应该呀，是不是拉错了？正常正常，新粮都这样，刚焖出来粮食味重，透透气儿就好了。这2袋下面是被压到了，其他袋子里都是好粮，金黄金黄的。张老板您放心，绝对错不了。愣着干嘛？赶紧上去把袋子打开，让张老板验验货。这一层我看着还行，看着金黄饱满，挺喜人的，就是不知道下面啥样。不对，这咋是软和的，和糊糊一样？到底是啥玩意儿啊？这黑黑绿绿的跟沼渣一样，这还是粮食吗？这不是诈骗吗？白给都不要，拉走吧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是说是新粮吗？怎么会烂成这样？发到网上去，让大家都看看，这到底是啥东西？这刘刚搞什么？我们桃源村的脸算是丢完了。我们的粮咋变成这样了呀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看这几车粮全烂完了，车厢被帆布闷了1天1夜，秋老虎晒着，温度高的像蒸笼，底下的粮本来就放不住，这么一闷，可不就全变质了，一点救都没有了。啥？闷了这么久？那怪不得了。天又这么热，一捂可不就变成了这一车没法要的东西，真是造孽啊！刘刚，你趴车上干啥？别拆了，这里头肯定也是坏的，哪还有好的？别白费劲了。我就不信邪了，你们闭嘴！我今天非要看看清楚。这咋还是一样的呀？到底咋了？不可能啊！老天爷，你跟我作对是不是？
这桃源村刘刚穿着新西装蹲到车厢里也不嫌脏。不可能，昨天装车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肯定是上面被晒坏了，下面的应该是好的。你们把上面的麻袋搬开，我要看下面的。我的天哪，这底下的粮全完了！这刘刚就是个骗子，拿坏粮坑张老板。刘刚这是坑了全村人啊，真不是人干的事儿。质检员呢？取样，马上检测，1分1秒都不要耽误。刘刚，我告诉你，这批粮要是检出问题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别怪我翻脸。张总，检出来了，杂质严重超标，粮食已经完全变质，这几车粮根本不能吃，1粒都吃不了。刘刚，你和王大山收了我10万块定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嘴脸。现在货交不上，按合同双倍返还，加上违约金，你欠我30多万，你等着吧。什么？你们俩竟然瞒着我们收了10万定金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本来以为最多就是没那么好被骂一顿，大不了吵2句嘴，降点价。我没想到会烂成这样，坏得这么彻底，一点都没剩下。难道你们就没错吗？当时你们有谁阻止我了？现在凭啥锅都往我身上甩？我告诉你，这批粮我1粒都不收，前面签的合同全部作废。你搅黄了我的生意，赶紧想办法还钱。你们村儿还有那个村长王大山，你们都得还。喂，公司法务部吗？粮油市场西门这边有人以次充好，欠下几10万违约金，你们帮我拟好合同。刘刚，钱要是还不上，你就等着我们公司法务的电话吧。我刘刚这辈子做过不少糊涂事儿，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，这可咋办？粮油市场有人拉来1车变质的坏粮。大家看看啊，这本来是说好的新粮，结果全变质了。这要是吃出事，谁负得起责呀？全都是烂粮，还有脸收10万预付器，这人的心比煤还黑，太不像话了。真倒霉，刘老板，这东西坏了就算了，你可不能因为欠债就不给我们工钱。就是，车厢全被弄脏了，我们也出了力气的，必须给我们工钱。刘刚，根据合同，你还有你们村就等着赔钱吧，几10万违约金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王婶刚才坐地上，身上都是土，这是去干啥呀？王婶8成是受到打击太大，太难受了，要找个地方哭一会儿。刘刚，你个丧良心的，你偷偷收定金收美了，反手把我们全村都害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欠下这么多违约金？王婶啊，你这一席话，村里人听了心里都舒坦，但咱们可不能在这儿说。走吧，人家都拍着呢。造孽呀！当初大家就不该信刘刚，现在全完了，不仅粮全烂了，村里还要赔好多违约金，而且这刘刚最后偷偷跑了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刘刚让大家听他的，实际上什么也不懂，这和胡闹有什么区别？就是可惜了这么多粮食。李大爷，那您没事吧？俺没事儿，俺家的粮早就卖给你了，没跟这趟车。那就好。明天您带着支持我的那些叔叔婶婶再来杨柳村一趟，我把今年的粮钱给你们结了。行，回头我叫他们。村长，出大事了，粮全烂了，村里人都知道咋回事了，还有定金加上违约金，张老板让我们赔30多万，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，怎么办？陈老板来了，陈老板来了，陈老板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村长老周让人架了好几口大铁锅，炖了一大锅猪肉粉条，你不知道多香。真的？那得去尝尝。那可不，全村人都来了，晒骨套上挤得跟过年似的，就等你呢。李大爷，帮忙给大家把皮箱打开吧。哎呦，这里头一大沓红色的钞票，都是钱啊！这大沓钞票红彤彤的，真让人眼睛发花。周村长，这是今年的粮款，全按1块8一斤结清，您点点。大伙儿都看见了，陈老板说到做到，1块8一斤，1分不少。陈老板，谢谢你，我妈病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没钱治，有了这笔钱，终于能带她去省城看病了。谢谢陈老板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不客气，
这都是你们自己种的，你们应得的。希望你们以后越来越好。陈老板，我代表杨柳村全村老少谢谢你。要不是你来，咱们这些粮就得烂在地里，咱们这些人就得穷一辈子。乡亲们，静一静，我说几句。钱发完了，今年的事儿就算翻篇了。但我要跟大伙儿说几句实在话。我收粮看的是品质，干度够，杂质少，不掺假，我给全县最高价。但谁要是往粮里掺水、掺沙、掺陈粮，那对不起，我一粒都不要。粮食是吃进嘴里的东西，是人命关天的事儿。咱们农村人靠地养家，靠粮挣钱，但不能为了多挣几块钱就把良心卖了。粮坏了，牌子砸了，明年谁来收？陈老板说的对，咱们杨柳村的人绝不干那种缺德事儿。到了明年我还来，后年、大后年，只要你们保证品质，我就一直来收。要是哪年行情好了，咱们还可以把价格涨一涨。应该是王婶他们回来了，我大老远就看见村口的土路上几个人影正往村里走，我也看见了，就是不知道看错了还是啥，感觉他们浑身脏兮兮、乱糟糟的，就跟去打仗了一样。他婶子，你这是咋了？咋整个人都瘦了一圈，还走一步晃三步？出去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现在咋变成这样了？完了，都完了！王婶儿，你这是坐在石碾上抖啥呀？旁边你们几个又蹲在地上，把头埋在膝盖里干啥？到底咋了？你们倒是说呀！王婶儿，到底咋回事？刘刚呢？咱们都被刘刚骗了，这天杀的害的粮焖了一天一夜全烂了，整个粮油市场的人都来看热闹。刘刚趁机跑了，张老板报了案，我们被问话了，现在才回来。那钱呢？刘刚就是因为这个跑的，张老板说要告村里违约，违约金几10万。刘刚那个畜生，他把咱们全害了。我家的粮全卖给他了，1分钱没拿到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啊！我要去告他，让法律制裁他。对，咱们先去找村长，一块告刘刚。没错，我们先找村长商量，村长懂得多。这倒是提醒我了，光顾着骂刘刚这小畜生，忘了王大山这杀千刀的老畜生。你们别骂了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儿。昨天我才知道，原来这刘刚跟王大山早就串通好了。刘刚和王大山以村子的名义收了10万定金，王大山这才一直帮刘刚说话，煽动咱们不卖给陈阳。村长也掺和了，还收了诱定金。我就说王大山怎么一直帮着刘刚，原来收了黑钱。走，找他去！大家听我说，回来路上我顺路到了王大山家，结果在门口叫了半天，连王大山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凑上去一看，才发现门是开着的。王大山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屋里更是干净的不行。只要是值钱的东西，王大山能带走的基本全带走了。这个王八蛋把咱们坑惨了就跑，我们怎么办？欠了一屁股债，粮也没了，钱也没了。我是张老板粮油公司的法务，谁是桃源村负责人？张老板的合同是以桃源村村委会名义签的，你们只要在上面签了名字卖粮的，都跑不掉。上面白纸黑字写的是保质保量，按时交货。现在呢，你们的粮全烂了，一粒合格的都没有。复印件呢，掏出来给村民看看。张老板那边生产线等着原料，你们交不上货，给我们公司造成了极大的损失。那要赔多少？违约金按合同一共26万8千，外加需要退回10万定金，总共36万8千。公司这边要求这笔钱必须准时还上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家那么多粮，这违约金得赔多少啊？我家也是啊，要是剩下的粮要是能卖出去就好了。咱村有的人不是把粮卖给陈阳了吗？对，
我去找老李头，我和他还有陈阳都熟，让他帮我们去求陈阳。老李头，我是代表村里大家来的，我们实在走投无路了，能求你带我去见见陈阳吗？我想当面给他认个错。当初你们怎么不听我的？我说陈阳是好人，你们谁信了？还冤枉人家，逼着人家涨价。唉，行吧，我陪你去，但陈阳收不收粮是他的事儿，我不替你们求情，你们好自为之。今年这收成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往年咱们杨柳村啥样？地碎坡陡，没人来收，粮食烂在地里都运不出去。今年呢，陈老板来了，带着钱来了，咱们的粮收干净了，钱拿到手了。我老周在杨柳村当了10几年村长，头一回看见大伙笑得这么开心。陈老板，我代表全村老少，谢谢你。周村长，不用客气，只要咱们村愿意给我好粮，明年、后年、往后、后年、往后我都来收。陈老板，这是全村人的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小陈，桃源村的人来咱们村找你了。这不是桃源村王婶吗？咋浑身脏兮兮的，头发还乱糟糟的，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泪痕？这是怎么了？杨仔，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们，我们也不会来找事儿。这一次我是代表村民来的。你不该来这儿。杨仔，你听我说，都是刘刚和王大山那2个畜生骗了我们，他们把预付款全卷走了，村里还欠着几10万的债，大家真的是走投无路了，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求你。那你们来找我，到底是想让我干啥？求求你再帮我们把剩下的粮食买了吧。当初你们怎么说的？说我1块8是黑心价，说我吞了你们的血汗钱。刘刚说2块5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抢着登记，有没有人帮我说一句话？王婶儿，你是我从小认识的婶子，现在却连看都不敢看我的眼。你说当初你是跟着刘刚他们闹什么呢？杨仔，对不住。可是，我现在暂时还是不能原谅你们。当初你们在晒谷场上骂我的时候，不是这副嘴脸；你们在刘刚那里抢着卖粮的时候，也不是这副嘴脸。你回去吧，婶子。杨仔，你行行好，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。陈老板，我家今年秋收不仅没赚，还欠了1万2的债。你不收我们的粮，我们就只能去死了。你们的粮，自己毁的自己想办法。我收粮做的是良心市场，送去的是大超市，吃的是老百姓。我们的粮可好了，杨仔，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村收的粮吗？而且我们村的粮今年还多，就算不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你收走也不亏啊。你们这批粮有多少问题？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一码归一码，不是我小心眼不收，是没法收。我们可以降价，杨仔，多少钱你说，只要能卖出去再低都成。我要是收了你们的粮，那就是砸自己的招牌。我陈阳不干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这粮收了吃出事儿怎么办？还不是陈老板负责。你们请回吧，别在杨柳村闹了。桃源村这场闹剧的帷幕要落下来，而我的人生也即将开始新的。那年冬天，我把自己攒的钱拿出来，开始做2件事。第一件，我要建立自己的粮食加工产线，从烘干、脱壳、色选到包装，全链条自己把控，确保每一粒米都干净安全。品牌就叫丰年粮业，包装上印着一行字，每一粒米都对得起良心。第二件，我要投入资金研发适合山地的小型收割机和能养地的绿色营养土。我们能做到吗？我已经请了省农科院的专家当顾问，又招了几个学机械和农大毕业的年轻人，租了间厂房，往后从画图纸开始，咱们一遍一遍的试。陈老板，你收粮收得好好的，搞这些干什么？这些年和土地打交道的经历让我明白，很多偏僻山村的困境不只是卖粮难，还有收粮难、种粮难。地碎坡陡，大机器进不去，老人们弯着腰一镰刀一镰刀的收割，太苦了。土壤贫瘠的地方没啥收成，
像杨柳村这样的穷人家，连好点的化肥都买不起。老周，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赚更多钱，是为了让更多伺候这片土地的人能直起忧来。土地生养了人是不求回报的，但他也最清楚谁对他好。陈老板，你是个好人。我不是好人，我就是个做粮食生意的普通人，但做生意也得讲良心。3年后，老周常在田埂边跟人讲我的故事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陈老板带着团队在地里实验的第1年，营养土效果不明显，样机也失败了。那没人劝陈老板吗？多着呢。陈总，这个项目太难了，要不先放一放？不放。那些土壤贫瘠的穷村子，大人都走了，只有老人和小孩每日等在村口，而那些坡地上的老人弯着腰割稻子，一年一年的等死。我不做，谁做？然后呢？后来营养土效果提了上来，但成本制作超过了预期，咱们穷人家恐怕用不起。机子的设计也有问题，漏粮严重，1亩地能漏掉几十斤。那要是城里的同行知道了，不得在背地里笑话死陈老板，那是肯定的。人家说小陈是2傻子，钱没捂热就花出去了。不过小陈也不在乎，成天就在田里钻研。陈老板好心态，幸好第2年营养土降本增效，亩产高了，样机也终于能跑了。还有个好消息，那一年隔壁村刘刚被抓了，涉及合同欺诈，被村民告了。老李头说村里人争先恐后去指认。你是不知道机器试割那天，陈老板，你要是早来10年，我爹就不会累死在田里了。哎，你们看，老李家盖3层小楼了。可不是嘛，我家也买了小货车，以后运粮方便多了。秀兰，你妈最近咋样了？好多了。陈老板发完钱后，我带她去省城做了手术，现在在家帮我带孩子呢。逢人就说我是陈老板公司的组长，工资比我男人还高，是家里的顶梁柱。我跟你说，当年陈老板那辆越野车开进咱们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一般人。你看现在，咱们村活过来了。老周，听说那收割机能爬45度坡？那可不，漏粮率不到3%，还搭售营养土改良土壤，这几个卖点往市场上一摆，丘陵山区根本没有对手，订单都排到明年了吧？可不是嘛。最近经济变好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乡创业，这证明了不是农村没希望，是我们还没把路修好。现在这条路，咱们一起修。杨仔，现在桃源村变化也可大了。这年头都发展起来了，变化大很正常。桃源村比以前好多了，晒谷场重新修过了，有好几家盖了新房子。不过跟杨柳村比还是差一截。咋回事？市场选择呗，背的债多的那几户直接去外地打工了，其他背的债少的还是种粮卖粮。但人家一听是桃源村，地方偏僻，就给不上高价，他们只能往更远的市场跑。那确实折腾，折腾是折腾了点儿，但总算没断队儿。不像杨柳村，现在名气打出去了，粮商抢着来收，以后都会更好的。杨仔，王大山也被抓了，在隔壁省一个小县城，执法员在一家小旅馆里把他按住的，现在已经捉拿归案了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刘刚也判了10年。人还是得走正道，走歪了，市场不认你，法律也不认你。陈总，我看见桃源村王婶了，在对面山头的田埂上半天。走之前，她让我给你捎句话。啥话？王婶说她现在心里有劲儿，知道往哪儿使了。知道了。
你不去追？不去了，他已经知道怎么走了，而且那段路我已经走完了。那天下午，我的手机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。请问是陈阳陈总吗？我是桃源村新上任的村长，姓李。我们村想买几台收割机，还有搭售的那个营养土，村民们托我来问下价。价格在官网上，全国统一，售后也是一样，跟别的客户没有区别。好吧，谢谢陈总。公司越做越大，从收粮到农机租赁，到土壤改良，到技术培训，全链条都搞定了。那年秋天，我被媒体评为优秀企业家。小陈儿，你领奖穿这干啥？我给你借的西装呢。不用借，我就穿这个，这个挺好，我就是干这个出身的。我叫陈阳，我和我的团队用了几年时间，把收粮的范围扩大了10几个村子，又让全县几千户农户的收入翻了一番。我们证明了，丘陵山地不是没有出路，出路是科技，是信任，是规矩。典礼结束后，一个农大的老教授拉住我：“小伙子，你那个营养土配方能推广吗？”所有数据都在里面，推广的时候把配方来源写上杨柳村就行。你这小子有意思，别人专利是用来卡脖子的，你是用来发福利的。配方免费推广，谁都能用，就算来公司买，也比化肥还便宜。你比我见过的很多老企业家都良心，这才是优秀企业家。技术是得保护，但保护不是为了垄断，是为了更好的推广。好，有气魄。杨仔，忙啥呢？李大爷，查账呢，怎么了？俺家添了个小孙女，后天摆酒，你和周村长来不？来，一定来。李大爷，恭喜你啊！老李头这辈子不容易，老伴儿走得早，儿子在外面打工，1年到头回不来几次。现在添了个小孙女，家里总算有了点热闹气儿。这桃源村还是那个桃源村，路还是那条路。不过你看，村口晒谷场上的草被拔干净了，摆了10几张桌子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了，还挺热闹的。李大爷，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叫满岁，李满岁。满岁，稻谷满岁，好名字。对咱们伺候土的人来说，这个名字比千金还重。杨仔，俺就盼着这娃以后不用像他爹那样出去打工，能在家门口过上好日子。陈总，我敬您一杯。我喝可乐，您随意。陈总，今年您还是只给老李头那几家收粮吗？只要良心好，品质好，不掺假，我都收。好，陈总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我不喝酒，只喝可乐。没事儿，我敬您。杨仔从小就不喝酒，你们可不能惯人家。来，杨仔，俺以茶代酒，先敬你一杯。行了行了，别把杨仔累着了。杨仔，带上这个，自家做的腊肠，这柿子刚摘的，甜。杨仔，明年还来啊？来，明年还来。陈总，咱们今年的订单已经排到后年了，好几个外省的合作商都来谈代理。我们的收割机在他们梯田上的测试数据出来了，效果比预想的还好。你说，当初要是桃源村那些人也能早点跟上咱们的路子，现在这日子是不是跟咱杨柳村一样红火了？现在也不晚，咱们可以带着周围10里8村一起使劲。你看看这个。这是啥？去年农业产品展上拍的，一个从西部山区赶来的老农，
到了咱们展区，提着好几兜营养土，兴高采烈地爬上了山地收割机的驾驶室。您这土和机器，我们村的娃娃不用再跟着大人弯着腰割稻子了，也都有钱上学了。老王，这就是咱的意义，不是让谁后悔，是为了让更多人不再后悔。微风拂过，稻浪翻涌，金色麦浪之间，每一粒稻子的起落都是对未来的回答。